美国人均素质那么高吗？美国人勤奋吗？美国祖宗们给他们留下了什么特别的黄金，或者留了什么值钱东西吗？没有啊。美国人比中国人比世界其他国家聪明多少吗？没有啊。其他国家没有这样一个超额特权，就这样一种安排，使得少数人、少数国家成了神，而其他国家就没法做人，其他国家从正常人变成鬼了。我觉得首先要指出，就今天我们1971年8月15号之后以来的55年的全球经贸货币秩序，它的规则是吧？它其实是一系列软违约的结果，在人类经济货币史上是一个特例而非常态。人类经济金融货币史常态99%的时间是什么？是用可兑付的真实商品，是吧？来作为背书，来发行一个符号，是可兑付的啊。要么就直接就是那个黄金、白银、铜，要么就是拿张纸票，但这个纸票背后是可以兑付那些黄金、白银、铜啊、镍啊什么的这种贵金属、贱金属的。这个是人类的主流啊，99%比1%。但是呢，在这个过去这个人类经济史是吧，比较清晰的经济史的1%的时间段里边呢，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用少数国家以美国、欧洲、英国、日本啊这4大央行发行的纸片作为全球价值基准，而且这些纸片呢，注意它是不可兑付的，它没有还钱的义务，它就是印一张给你啊，你爱找谁要找谁要去。所以呢，他们的货币汇率是自由浮动的，这货币跟战略性商品之间价格也是自由浮动的，因为它只要不断的创造信用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世界安排呢，这个秩序安排呢，其他国家没有这样一个超额特权，就这样一种安排，使得少数人、少数国家成了神，而其他国家就没法做人，其他国家从正常人变成鬼了啊！就是它是这个货币安排给予了其中一部分以神的特权，拉大了正常国与国之间差距。回到你刚才讲的，就是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百分比，美国现在3.3亿人左右吧，因为加一部分非法移民，3.3亿人左右，占全球80亿人的比例是吧？就80分之3.3，但是 GDP 它占到全球的1/4啊，这明显不成比例，是不是？大约4点几的人口占 GDP 1/4啊，不成比例。这个东西什么放大的，是吧？你在美国生活过，美国人均素质那么高吗？美国人勤奋吗？美国祖宗们给他们留下了什么特别的黄金，或者留了什么值钱东西吗？没有啊。美国人比中国人比世界其他国家聪明多少吗？没有啊，是吧？美国人均智商其实比中国人均智商低啊，比亚洲人均智商低啊，这是他们自己的结论啊。这个东西硬邦邦的测得出来的，那凭什么？何德何能？他们的这个 GDP 跟人口占比各自占比的比例会差这么多倍，它背后其实跟这个货币霸权是有关系的。欧洲、日本呢，英国啊也享受了一部分货币霸权，但相对有限，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保持住自己的一部分，因为欧洲、日本保持一部分实体经济是吧？一部分制造产出啊。美国，所以这个我觉得老天爷很公平，给了你印钞票换东西的超额特权，你自己就会付出一个长期代价，短期有好处，长期代价是什么？长期代价就是你的身体在堕落啊，因为享受带来堕落啊。你原本是地球村里边最精壮的这个巨无霸，但是现在变成一死胖子，是吧？美国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所以你这个新的装备造不出来，是吧？或者造出来也老失败，它原因其实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未来啊怎么办？那么现在有人提出来人民币国际化。我从2011年、12年开始啊，参与到人民大学，当时有一个团队，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啊，我也是他的研究员啊，我们研究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是经过这个10几年的研究啊，我认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要适可而止啊，人民币国际化本身要适可而止。为什么？就你刚才说的，如果人民币做到
类似于欧元的水平以上，那会出现一个结果是什么？中国也会面临这个特里芬悖论，也会面临要么你获得印钞票的特权，要么你保留你的实体经济，两者不可兼得，是吧？那中国呢？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了，中央已经有非常明确判断，中国要长期坚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是吧？为主体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模式，不搞虚拟化。这一点呢，中央的文件都已经写清楚啊。所以这个背景之下，如何推动？这不一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如何瓦解、解除掉美国的美元霸权？就刚才回到你开始说，伊朗人为什么不需要跟美国做什么生意，但为什么如此忌惮美国的制裁？这是因为刺激制裁。那为什么美国人可以对全世界搞刺激制裁？是因为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有很强的一个外部性，有很强的网络效应。所以在这个网络中，它就像那个蜘蛛，那大蜘蛛稳居网中，每一个节点都身不由己的被它所操控。就相当于好比说中国的金融机构都不得不配合美国政府对中国一部分政要的制裁。你比如说香港的这个特首，前面就被香港的金融机构给制裁了。香港金融机构担心受到美国这个制裁、金融制裁SWIFT 系统制裁，所以不得不配合。那多么荒唐的事情，但又如此真实。它背后原因是什么？是那个东西不可替代吗？不是，是因为中国以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大国，此前并没有决心和意志说联合起来，我们建设一套瓦解掉美元霸权的一套新的制度安排。其实这严格上不是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这是一套公器，但是私用。我以前的比喻呢，就是整个空间里面就一个中央空调，但是呢，调控中央空调那个遥控器就一个，被美国拽在手里边了。公器私用，他一家用。他调空调的时候，不是看说大家热不热，大家冷不冷，他就看我自己现在需要凉一点还是热一点，然后就猛调。经常搞得这个瘦的人冻着或者胖的人满头出汗，那取决于他忽上忽下的这个调控。昨天我是参与了跟这个史汀森中心的对话，过几天呢，卡特中心，民主党那边的卡特中心他们的代表团过来，我也要接待一下，所以我感觉双方都有一个看齐意识，是吧？就他们那边也会看，是吧？他们的这个总统来了而且关系看起来明显不错，所以他们都赶来了，这其实就这么回事啊。所以你刚才提到的你那个老同学。当年的哥们儿是吧？前段时间不敢回复你的消息，过段时间能回。过段时间他可能会主动找你了。为什么呢？没那个压力了，是吧？没有那种社会的负面的氛围了。但是我想，未来中美关系，并不是说通过这一次高访或者通过今年中美领导人4次当面的会晤就可以真正彻底的稳定住因为这种双方力量对比擦肩而过的过程。它永远存在一个什么各自利益边界不断重新调整的过程。台湾问题之后，还有日本的问题，还有菲律宾的问题，整个西太平洋北部地区的主导权问题，还有其他的是吧？这个芯片解决之后，可能还有其他的卡脖子问题。比如说，美国最近正在策划一个全球50几个国家的一个多边的排除中国在外的。关键原材料的供应体系那像这下边肯定也会发酵。还有除了多边之外，他们又搞了一个双边的，就找了若干国家双边签协议，要求就是把中国排除在外那你像这种东西，一方面最高领导人双方互访，但另外一方面底下暗流涌动就是鸭子一样在水面上看起来不动，底下紧倒是吧？底下那个鸭蹼在紧倒。所以这种背景之下，那么未来中美关系的这样一种战略稳定或者这个套用这不一定准确，套用冷战时期概念叫 detente 是吧？就战略缓和能够持续多久？它这里边是有变数的。
不光是双边之间的矛盾，两个全能型大国的这样一个竞争过程啊，全面竞争、综合竞争，是吧？当然，这里边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所以我们称之为缠斗啊。那么与之伴随还有一些心怀叵测的第三方，好多国家，他们都相信，也都希望中美必有一战，这个过程中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行动空间，是吧？你扒拉手指头，你会发现一大堆的中等强国都有这个心思，中美斗得越厉害，他们会越大，至少他们认为是这样啊。实际上，中美斗得越厉害，有可能最先消灭的是他们，最先牺牲的是他们的利益。那么，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这次成功的高仿啊，就觉得万事大吉了。那我们回顾二战以来的这种大国博弈的历史啊，甚至更长久的大国博弈历史，这个可能啊，本轮逆全球化时代从0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18年，我个人认为持续的时间可能要比1914到1945的那一轮的逆全球化周期要更加漫长。那一轮的逆全球化周期持续了31年，解决的德意志民族崛起问题，是吧？就德意志民族崛起挑战anglo罗萨克逊家族嘛，啊，然后呢，经过2次世界大战、1次大萧条、1次贸易保护浪潮，解决了德意志民族问题啊。但这一次呢，第一，中国人跟德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很务实，德国人很浪漫啊。注意啊，欧洲浪漫最浪漫的是德国人啊，浪漫主义是德国人。这我们中文世界里有个错觉，就是作风浪漫是法国，作风浪漫，欧洲太多了，都很浪漫啊。德国人呢，老有一种自杀的美感啊，那中国人就很务实，是吧？特别有战略耐心、战略定力啊，所以它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而且再加上现在是核武器时代，所以大国之间直接开战，就相当于一起扭抱在一起，从悬崖上摔下去，一起自杀啊。所以呢，本轮的逆全球化，它是一种缓释的。它的里边的压力啊是缓释出来的，而不是像德国崛起挑战了英帝国那样，啪一下是吧暴跌，啪一下暴跌，不是那个牛市是2轮暴跌结束了。咱们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缓缓的，但是可能隐然其中有加速之势。所以放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那么中美之间的缠斗也好，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缓和也好，战略稳定也好，它的历史意义就是帮助整个这个痛苦的调整过程以时间换空间，是吧？就我们尽可能减缓它下行的这样一个力度，下行的杀伤力，但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牺牲时间为代价啊。所以这本来逆全球化周期啊，我认为很可能要明显长于上一轮的31年。